狐狸猫和小树蛙了解完阿瑞尼士的故事之后，狐狸猫觉得阿瑞尼士也太辛苦了。不过小树蛙认为，还好有他的坚持，我们才能更了解电解质的世界。狐狸猫又说，看了阿瑞尼士的故事后，还是不了解一些细节耶。没关系，相信很多同学也有这个问题，不如跟着小树蛙，让我们一起进到微观的世界吧。大家来看看电解质在溶液中的解离。首先，我们用滴管吸取盐酸后加入水中，可以发现盐酸在水中会自己分裂成两个离子，一个是带正电的氢离子，也就是阳离子，一个是带负电的氯离子，也就是阴离子。这样的现象我们称为解离。而且我们可以发现，这些离子会在水中自由地移动，没有固定方向。同样的，我们将盐酸替换成硫酸，也会发现同样的现象。同学们，有没有注意到，一个盐酸分子加入水中之后，总共解离成两个离子，氢离子和氯离子，而一个硫酸分子则是解离成两个氢离子和一个硫酸根离子呢？接下来，我们继续来介绍电中性的概念。现在将电极放入盐酸水溶液中，并通电后，可以发现解离出的氢离子往电极的负极方向移动，而氯离子则往电极的正极方向移动。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会发现，大部分的氢离子会集中在电极的负极，而大部分的氯离子会集中在电极的正极。这个表示在通电之后，阳离子与阴离子会向不同电性的电极移动。那我们来数一数，两个电极旁边分别有几个氢离子跟氯离子吧。氢离子是3个，氯离子也是3个。接着，我们换成硫酸水溶液，可以发现解离出的氢离子往电极的负极方向移动，而硫酸根离子则往电极的正极方向移动。我们再来数看看两个电极旁边分别有几个氢离子跟硫酸根离子吧。氢离子是6个，硫酸根离子是3个。咦，怎么数目不一样了呢？现在看看它们本身带的电荷，氢离子是正1，硫酸根离子是负2，正电荷的总电量是正1乘上6等于正6。负电荷的总电量是负2乘上3等于负6，相加起来等于0，也就是正电荷的总电量等于负电荷的总电量。我们把这样的现象称为电中性。我们来总结一下电中性的观念。当电解质溶于水中，会解离出带有负电荷的阴离子和带有正电荷的阳离子。阴离子和阳离子个数不一定相同，每个阴阳离子所带的电量不一定相等，但是阳离子的总电量一定等于阴离子的总电量。以盐酸水溶液为例来说明，一个氯化氢分子解离出的氢离子与氯离子所含的个数比为1:1，而单一离子的带电量比也是1:1。一个带正电氢离子与一个带负电的氯离子结合，变成一个不带电氯化氢分子，所以水溶液保持电中性。反观硫酸水溶液中，一个硫酸分子可解离出2个氢离子与一个硫酸根离子，每个硫酸根离子带的负电荷与每个氢离子带的正电荷比为2:1，但正电荷的总电量等于负电荷的总电量，也就是说两者的总电量是相等的，因此水溶液也是保持电中性。狐狸猫感到很疑惑，可是为什么糖水不会导电啊？小树蛙知道，让它来告诉我们吧。如果今天我们加的是非电解质，它在水中并不会解离出阴离子跟阳离子。就算我们通电，也没有阴离子跟阳离子可以受电极吸引而流动，因此不会导电，灯泡也不会亮。狐狸猫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小树蛙好厉害，
哎呦，好危险！做实验的时候切记要小心哦。狐狸猫不好意思的点点头。狐狸猫和小树蛙说，刚刚进入微观世界的时候，发现一件事，只要是酸，像是盐酸、硫酸，就都会有氢离子出现。这是巧合吗？小树蛙称赞狐狸猫难得观察如此细微。没错，只要是酸溶于水，就会有氢离子解离出来哦。那你要不要观察看看，如果是碱，像是氢氧化钠、氢氧化钙，会有什么离子呢？狐狸猫回答是氢氧根离子。对哦，碱性物质溶于水，就会有氢氧根离子解离出来。而我们就是利用解离出的离子来去判断这个物质属于酸还是碱。狐狸猫表示，原来如此，所以中性的物质就不会解离出这些离子，对吗？答对了。你看食盐，也就是氯化钠，就只会解离出氯离子跟钠离子。狐狸猫好开心，自己又多了一个新知识呢。让我们和狐狸猫一起整理今天学习到的东西。电解质在水中会解离出离子来导电，而水溶液必为电中性。酸在水中会解离出氢离子，碱在水中会解离出氢氧根离子。对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平常扫厕所的盐酸不能用来清洗大理石洗手台吗？这些酸碱物质除了会解离出不同离子，在化学反应上有哪些不同的化学特性呢？一起来想想看吧。